在这个国家，踩死一只蚂蚁那都是死刑。不过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复制出另一个自己，然后让复制人代替自己去死。而真正的罪犯只需要坐在看台上看完整个行刑过程，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不要再犯罪了啊！以上剧情真实存在于2023年上映的《无边勇士》。异国度假的怂哥就摊上这事儿，由于天黑路滑，一个不注意，他撞到人了。路人被撞得很惨呐，一向怂了吧唧的怂哥也吓得不轻。在妻子的建议下，他们准备去报警。可这时，同行的天希姐却很激动，要去报警你们去啊，我可不敢去，因为这个国家只有死刑，报警只有死路一条啊！好家伙呀，这话直接把异国度假的怂哥夫妻给吓懵逼了。为了小命着想，他们还是逃逸了。不过就在第二天，怂哥还是被警察找到了。警察一看，你个外来游客敢在我们国家肇事逃逸，你知不知道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而且司法也很新颖啊，那就是让受害者家属亲手嘎了你。听着警察的话，怂哥瑟瑟发抖。然而就在他感慨自己要英年早逝时，一名专门为警局办事的律师告诉他，我们国家啊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你如果要想不死，那就花钱买个替身吧。怂哥一听激动坏了啊，只要能保证我不死，那让我去死都行啊。说完当即就签了制造一个复制人的合同。很快工作人员就给怂哥换了套装备，紧接着怂哥就被关到了一间满是红色液体的房间。眼看着脚下的液体越来越多，怂哥眼前突然开始闪现复制人被制造的全过程。果然没多久，怂哥就看到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不但完全一样，就连神情状态和记忆都一样。最终复制人代替怂哥被绑在了行刑架上，而被他撞死的路人的家属儿子前来执行死刑。只见他缓缓走向复制人，一刀一刀刺了下去。这给一旁观战的怂哥看的是一愣一愣的。这虽然不是自己遭罪，但这复制人跟他没什么两样啊，所以在感官上多少还是有点刺激。然而前一秒还沉浸在刺激中的怂哥，下一秒嘴角竟然浮现出一抹微笑，而这笑容看着属实有点惊悚啊。死刑结束以后，警察将复制人的骨灰送给了怂哥，说是留个纪念。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那肯定早就跑了。可怂哥竟然淡定的接过骨灰，回到了山庄。殊不知正是这场经历彻底改变了怂哥的心意。怂哥逃过一劫，妻子可是害怕的很呐，当即要收拾行李坐飞机回家。可怂哥嘴上却附和着说咱们赶紧走啊，结果他却偷偷的将护照藏了起来，说让妻子先走，自己找到护照就回家找他。妻子害怕呀，你要留在这儿就留在这儿吧，老娘不奉陪了。殊不知妻子走后，怂哥立刻找到天希姐，质问他是不是他报的警。天希姐也没藏着掖着，他承认是他报的警，但天希姐表示自己这也是好意啊，不然怂哥怎么会知道这么厉害的复制人科技呢？而且天希姐坦言自己和男友也是刚知道不久。解释完这些，天希姐见怂哥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将他带去了一个私人聚会，而这里全都是以杀人为乐，然后出钱买复制人的有钱人。此时的怂哥还不知道自己将彻底葬送在这批人的手里。这群有钱人以杀人为乐，以坐监狱为享受，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自己有钱就不会死。而这个不会死可不是买通警察和法官，而是每次犯罪后他们都会买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复制人。是不是很刺激？来看看这群有钱人是怎么做的吧。只见他们戴上了丑不拉几的面具，半夜潜入了一个富豪家，不仅打断了人家的好事，甚至还把富豪绑在客厅内跪下。这时天希姐询问刚来的怂哥，你没开过枪吧？今天就让你试试。可怂哥毕竟是第一次明目张胆的干这种事，吓得愣是没敢动啊。天希姐一看，哎呀，真是没出息啊，于是拿过枪准备给怂哥打个样。谁知这时藏在角落里的富豪朋友拿着枪冲出来要解救好友。天希姐见状也开枪还击，顿时客厅内慌作一团。混乱之间，三个被绑在地上的倒霉蛋无意间中枪嗝屁了。而最终怂哥和天希姐几人被关进了监狱，可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坐在监狱内是谈笑风生啊，一点也没有奔赴刑场的恐惧感。因为这群人知道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个与自己完全一样的复制人代替自己接受处罚。果然就在众人唠叨这一次的行刑时间有点晚时，警察就来了。很快众人的替代品被复制好后，他们就坐在观众席完整的看完了自己被杀的全过程，并且事后警察将复制人的骨灰送给他们做纪念。好家伙，真变态啊！但你以为这群有钱人的恶趣味只有这些吗？ No， 比起杀富豪啊，他们更喜欢杀警察，毕竟这才更刺激嘛。果然第二天晚上，怂哥几人直接从警局绑架了一名警察回来，放在客厅那是又打又骂，其中打得最欢的就是怂哥。很快嘚瑟累的怂哥抄起拳头对着地上的警察就是一顿狂揍啊！打到最后，怂哥甚至觉得不过瘾，竟然又开始对着警察放水。一旁的同伴见状不断的嬉笑尖叫，声音此起彼伏，都在为怂哥疯狂助威。然而就在怂哥彻底释放了体内的野性，高兴的举起手大笑时，一旁的天蝎姐淡定的走了过来，猛地掀开了警察的头罩。我操！
这不松哥吗？原来这群有钱人为了将松哥同化，假装绑架警察，其实是复制了一个松哥的复制人，让松哥彻底发泄完后，再让他知道真相，以此来锻炼他的下心灵，刺激他心底的恶性。不得不说啊，这波操作真是忒变态了。果然松哥接受不了自己虐待自己，转身回到了房间，这小心灵受的打击还真是不小呢。于是第二天，松哥就悄悄离开山庄，坐大巴赶往机场。可天蝎姐这群人还没将松哥彻底驯化成同类，怎么可能让他这么顺利的走掉呢？果然走到半路，他们就开车追来了。最终，松哥被逼下车，再次回到了令他恶心的山庄。殊不知，等待松哥的将是一场更加劲爆的驯服计划。男人像狗一样被主人牵了出来，主人见他不够猛，给他闻了闻猛药，果然，男人的嘶吼声更重了。然而就在男人对面，竟然站着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可此时男人的意识已经不清醒，只知道要听从主人的安排。很快，主人一声令下，男人就像一只大型猎犬一样，猛地扑向与他一模一样的人。很显然，男人的样子和行为吓坏了对方，但被扑倒的这人只能不断的哀嚎挣扎。可他越是挣扎，男人就越是兴奋，当即将他按在了地上，掐住了脖子。可就在他即将被掐得窒息时，只见这人猛地一翻身，反将男人摁在了地上，随即如沙包大铁拳中的拳头，如雨落下一般，全砸在了男人头上。可你以为这是一场双胞胎之间的打斗吗？ No， 这其实是一场真人和复制人的决战。果然没一会儿，男人就彻底嗝屁了，而最终赢的一方是真人。经历过此事的松哥吓得缩在天蝎姐的怀里，像个小孩子一样，像是在找母亲般温暖的怀抱。这一刻，松哥的内心彻底被这群有钱人改变，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第二天，这群有钱人的旅游结束了，他们一起乘坐大巴回家。然而此时的众人一改昨晚变态狰狞的形象，竟然变回了和普通游客没什么两样的状态。他们平淡的聊着家常，而前几天杀人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似乎就是一个旅游项目。坐在后座的松哥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疑惑。然而当所有人来到机场一一向松哥道别后，殊不知此时松哥的内心并不能像这些人一样再次平静的回到人群里。最终松哥决定回到山庄，或许这里的刺激才是他的天堂。影片到此结束。无边泳池这部电影是2023年上映的新片，与其他惊悚片不同的是，这里面复制人的设定非常吸引人眼球，想必导演也是想用这种复制人代替原主人死去的剧情来隐喻人内心的欲望和恶行。有些人陷入欲望能抽身而出，但有些人就会沉沦其中，那松哥就是后者吧。Goodbye everyone。